好，大家还记得吗？去年我们讨论非常多有关于这个全球车用的晶片供应链动荡，就是因为有这个安氏的半导体晶片之乱。现在第二回合可以说是正式开打了吗？因为最新来自于荷兰法院针对安氏又开始动刀硬抢，那文泰则是中国大陆方面全面的做反击。我们来看到这一场安氏之乱，现在还没完毕哦。荷兰的最高法院最新做了一个判决，他说要维持暂停安氏半导体执行长张学正的职务，现在还是给他停摆在那边，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说要冻结中资母公司的表决权。好，那现在的时间点其实也是非常的敏感，因为我们来看到荷兰自己最近在内部政治上面有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他的新内阁即将上任那大部分现在根据观察呢，都是对中比较强硬派的一些人。那么荷兰的政坛对中安全的讨论也在升温当中。欧洲现在也自己说希望经济上保有自己的安全性。那法院虽然维持冻结的措施，但是引发了安氏的控制权争议，现在在持续的升温当中。欧洲现在针对中国有非常多的是强硬派，那么去风险化的背景之下，到底荷兰的这个法院的判决有没有一些政治上面的意涵？荷兰法院的判决，让这个张学正停职是司法的判决，还是他在呼应荷兰的内阁要对中强硬？厉将军怎么看？这完全就是在美国压力之下的一个判决结果。我们看到荷兰法院判决书上面所提到的它其中提到一点，第一个是擅自改变应对美国出口限制的策略，这不就是摆明了这个毫不作假就是被美国的这种压力所造成的判决。第二个，他判决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这个文泰在这个管理方面失当那这个就很大的争议啊！你怎么可以说是管理失当？但是我觉得这个政治判决的结果当然会对全世界造成几个影响。第一个就是供应链的影响，所有汽车产业安氏半导体在汽车产业链上面来讲，它虽然说不是很精密、很先进的半导体。但是很先进的汽车晶片可是它确实是汽车供应链不可或缺的一环。当这个判决下来以后，我觉得第一个当然会影响到的是全世界汽车的这种制造的供应链会产生问题第二个来讲会产生的就是伤害这个安氏半导体的员工上万个员工，可能包括2.5万个客户都会受到连锁的影响。那我认为这次当然后续来讲的话，到底会多久？现在荷兰法院来讲，它也这个模棱两可，他现在只是说暂时做这个判决，后续还要继续调查。可是他并没有讲说是这个调查要调查多久，很可能是半年以上的调查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对这个安氏半导体确实是不公平的啦。那后续来讲，当然值得我们去对于这个判决值得关心的是，这个张学正是不是管理失当？这在法院判决书里面，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争议。第二个来讲的话，文泰对于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是不是应该要恢复？因为他本来就是最大股东他本来就有控制权所以这两者来讲的话，对法院荷兰这个法院的判决是产生很大的疑虑跟争议。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那中国大陆又会怎么做这个接招。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荷兰它的法院的判决是悬在那边嘛，其实现在最紧张的也就是欧洲这些车厂了，还有车企，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因为安氏之乱，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就是晶片一度断货，那后来是靠中国大陆的一些豁免，所以才有了这些晶片。现在又在闹这一出，接下来对于欧洲车厂是否再掀起危机呢？因为我们知道文泰它是全球的车用功率元件的关键供应商，给了德国给了许多欧洲的国家等等。北京接下来又会如何反制？那委员又怎么看？北京的反制当然要方方面面啦前一段时间北京的反制非常好，我给他竖大拇指，这是教科书级的反制，非常好，把所有的出口到欧洲的全部晶片全部禁止出口，让欧洲的汽车产业，坦白讲那安氏半导体那个晶片不值得多少钱，可是一个车子里面轮胎是最便宜的，没有轮胎你就不能走出去，这很现实嘛。所以上次弄得非常好，那这一次
荷兰法院再这么做，不要跟我讲什么法律的理由，那都骗人的。荷兰本身啊，他们就有海盗的血统，海盗的子孙就也会干海盗的事。中国人要有这种自觉啊，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干过海盗，对不对？他整天被海盗欺负，被倭寇欺负，他是不知道海盗的习惯跟行为的模式啊。那怎么办？海盗就怕打。第一个，中国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国家，只要他从荷兰直接有业务来往的，全部提起法律诉讼加扣押，拿钱跟他对赌，因为这种打官司是要花钱的。你说荷兰，注意到荷兰安氏半导体的母公司，以及对这几个经营管理阶层发出国际逮捕令、海盗逮捕令，为什么不写？谁说不写？对啊。那高管就是海盗嘛，都荷兰人跟欧洲人嘛，就发起国际逮捕令，以土匪强盗之名来逮捕，他抢公司的经营权嘛，为什么不行？他只是包着一个什么那个荷兰的那个什么官员的一个名义，而且要对荷兰官员进行权力的制裁，这怎么可以软弱啦？欺人太甚嘛！对付海盗就要对付海盗的方法啊！你可以先文明。让欧洲产生晶片危机，那接下来安氏半导体还是有一定的产能，出口到哪里？对不起，全部扣押，全部扣押啊！你要帮助张学正啊！现在不是张学正个人的问题，就像是孟晚舟不是个人的问题啊！孟晚舟当时中国大陆怎么做？你加拿大人耍赖皮我就扣押你2个加拿大人，你不放我就把他判死刑，看你有没有放，那不能跟这些国家讲道理。你跟他讲法律、讲道理他可以跟你掰了一大堆掰了一大堆，像维基百科一样，你应付不来了。他们只听信实力。当他们拿出刀子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斧头；当他们拿出斧头的时候，你就要什么？把长刀拿出来。这些人只听得懂东西，你要知道这些海盗的子孙，他们真的只听得懂这种东西。好，所以确实现在中国大陆也就不再听信这个荷兰地方法院，也不再走荷兰地方法院这一套了。他就是完全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国际来做仲裁，并且呢，对荷兰接管安氏半导体索赔了80亿美元的金额已经上升到国际法的层级的对抗了。接下来这一场国际法如何走？赖老师又怎么看？我记得我们有一句话都叫 "Go Dutch" 嘛，那 Go Dutch 基本上来讲，当然现在年轻人已经开始都用 Go Dutch， 对不对？但事实上这句话就是从荷兰来的，因为荷兰是整个欧洲人都公认的最小气的、最刻薄的，然后只为自己考虑着想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记得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朋友、同学，他们到荷兰去做生意，他们都只相信现金交易。我的台湾的朋友他们那时候做电脑，他们只相信现金交易。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荷兰人会把你拼吞、没收、吃掉你，所以他们对荷兰人是毫无任何信任感，那信任感是0。我这是亲身经历，我的好朋友几个台大学电机的，他们去荷兰做生意的时候，他们最清楚的知道，他们说有利可图，但是一定要看到货。而且一手拿货，一手给钱。他说他们会吞掉人这个是他们在那边工作的经验。我顺着这个委员讲的，你看荷兰这次引用的是罕见的法律，1950年代从来没有出现的法律。就1950年代有一条条款，他引用这个条款来对于这个文泰、对安氏下手，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对于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它基本上来说。它就是一个不讲理了，所以在地方法院将做判决了以后，那这个文泰当然已经很清楚了，你荷兰的法院不可信，那不可信就放弃走国际仲裁。我个人认为不会只是走国际仲裁因为中国大陆政府是给他做后盾。是荷兰，不要忘了，荷兰在欧洲它是靠贸易、靠商业。那如果说今天这个荷兰是要这样子硬生生的，尤其现在几右翼都上来，要硬生生的抢走中国的公司，中国不会坐视不管。我们从这一次中国大陆政府出手，
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不会让它的厂商在海外受气，被欺负，所以中国一定会出手。这一出手啊，例如说对于荷兰的贸易转口，还有荷兰的很多的限制，就会更多了。我个人认为会产生非常多的负面影响，对整个荷兰的国际形象，对荷兰公司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荷兰是要靠贸易的。荷兰是欧洲里面在中欧、西欧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点，而这个重要的枢纽点，它的一个最大的客户是中国。而如果它一旦跟中国大陆产生问题的话，那你想这个枢纽点不是不能被汉堡取代因为德国的汉堡一直就想取代这个安特卫普嘛，就是一直想取代荷兰的这个地位。所以我个人认为荷兰的这种偷鸡这个真的是我同意蔡委员所讲的，这个海盗连小鸡他都想偷，这种就是想用抢的方式，因为本来他是做快垮的，是中国把他救起来，他看到救起来了赚了钱了，就想抢回来，这典型的就是海盗行为，已经没有什么话说的了。对，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世